家伙的灵符怎么跟火焰山似的，时时刻刻这么难受，换我也得发疯。不要！人生魂内核，如果这个要是碎了，人就会彻底灰飞烟灭。不，停下！快停下！不要！我要怎么才能按住？云纠葛，因果离合，回忆中斑驳，红尘万般纠锁，忘却了因果。轮回到烈火蔓延，哪怕是神魂都幻灭。别问缘过界，点亮长夜，想照亮你梦魇。灼烧到天地撕裂，不会遇见你的那天。爱太疯魔，开出心莲一朵。雪未停，烟未尽，三生干冷静。那是你无寒风月里，无人听，无人听，你眸中有万千星，化作烟火凋零。不愿命运纠葛，因果离合，回忆中斑驳，红尘万般纠锁，忘却了因果。轮回到烈火司马乔，我是不是要死在你的灵符里了？我已经快忘了我是谁，却能清晰地感知到你所经历过的喜怒哀乐。我说过，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哪怕是神魂都幻灭。别无缘过界，点亮长夜，想照亮你梦魇。灼烧到天地。目前这个问题很难跟你解释。熊孩子臭火苗，说什么起码要帮他融合修养3次，他才能苏醒。现在才2次，谁教你的数学啊？我似乎睡了一个好觉。那可能有我的功劳。你胸口的伤也快好了，这灵药可真好使啊！最好用的不是灵药，司马乔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命运偏差，怎么用力唱？不怕记忆被抵挡，赢过一场一趟三生的对望。我相信每一世哀伤。
殷公主，为什么你们宫的长老去了这么久还没有出来？难不成被我说中了？师祖的灵力并没有减弱。各位还是稍安勿躁吧，等待消息便好了。还记得我是怎么教你的吗？往哪里刺最好？动手！动手！你们干嘛非要逼我？老板，您怎么还碰瓷儿呢？吵死了！你还好吧？怕了？当然怕了，我连鸡都没杀过，上来就让我杀人，你怎么自己撞过来了？放心，这是解开封印必要的一环。什么意思啊？好戏就要开始了，我的命就在此，来拿吧。师祖，你哪来的底气啊？我俩刚避免了你死我活，又要同生共死了吗？我不让你死，你就不会死。司马娇，到了如此地步还这般猖狂，我等好心送门下弟子前来服侍你，你却无故杀戮，是何道理？你又是哪个宫的？被你们关了500年，我都记不得了。当初封印我的老家伙，怎么只剩你们3个人了？人都没到齐，何能解我心头之恨？这个时候还要拉仇恨，不愧是祖宗，我真的佩服。诸位都听见了吧？司马娇这是要和我们翻旧账了。今夜我们联手，定能解决他。若今夜不杀了他，日后谁都逃不掉。哎，糊涂啊，真是糊涂。我死了，便没人能再供养灵火了。你们可想清楚了？待你死后，我等手握血凝花和你的尸身，自然会庇护，更趁先府重任。你说的血凝花，可是瓷多？
生气了。司马萧是想引我们八大宫前来，用我们的血解除封印。快走！往哪儿跑？是灵火，出不去了。师祖，这恐怕是个误会，我们绝无恶意。至少我们天之宫，绝没有对您不敬的意思啊！果然，你新月夜会虚弱一事是个谎言。现在才意识到，迟了些吧？跟他拼了！司马萧，你凶残至死，简直就是个魔头！司马萧，你不得好死！司马萧，你千算万算，没想到还少了一个星河灿吧？只有八大宫的直系血脉才能解开封印。那星河灿平时胆小如鼠，现在却使你计划落了空，也算是立了一大功啊！你怎知少他一人，我的一切计划就落空了呢？你们送进来的人，我当然要好好利用。终于等到这一刻了。好吗？我已经忍着家眼的封印很久了。
没错。那就好。封印竟然被解了，果真，灵力被削弱之事是假的。师祖传出谣言，定有他的谋划，想必里面一定是一片血海。别说了，去看看。你看他们每一个人，走出去都是令人畏惧的大门。你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。 多可笑！对此你作何感想？你的腰好细。什么？我觉得你可能是被关久了，饿成这样的。你说的没错，我遭受过的痛苦。 都要一一讨回来。我可没这样说啊！叶公主！陪葬了哈。你不想死？当然不想死。我刚刚都要被吓死了。师祖出关了！什么？快快快！ 恭迎师祖出关！恭迎师祖出关！廖廷彦，你侍奉不周，险些颠覆先府命脉。师祖，弟子今日就替您清理门户。师祖，恕罪呀！岂容你在我面前放肆？师祖饶命！ 弟子只是担心师祖，怕什么？我说了，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这位弟子是四世之宫的吗？竟得师祖如此青睐。我也从未见过这位弟子。师祖之前可是对我们宋锦山的弟子大开杀戒。 怎么，偏偏留下个修为地劣的3灵根弟子，有何用处？当初送弟子入山之时，抱着何种心思，自己心里最清楚。你，师祖，今日三神山被毁成这样，不如您先去白鹿崖暂住，等弟子们把这里修葺完毕，再请师祖回山。还想将我押回来再封500年？师祖，您误会了，我是……行了，师祖，您不会因为我目睹了您的杀人现场，就把我灭了吧？
在想什么？师祖，您要杀就杀吧，别玩我心态了。如果杀累了，要不就回去洗洗睡了吧。那便依你。我们做错了什么？不过是同门师兄弟留有余地而已，有违道义。见血凝化，可这一千年修行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原来老板是在这样一个人吃人的环境里长大的，怪不得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恨意。那我作为老板的心腹，是不是应该去表表态，安慰安慰他呢？不行不行不行，廖廷艳廖廷艳，你就是一个咸鱼，靠躺平升职到这个份上已经很幸运了，不要自不量力好吗？老板，您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懂了，一定是灵火烧的，您又烦躁了。怎么回事？还这么烦躁吗？今天空调不管用了？你去睡吧。这有点像老板还在加班，却跟我说你先下班一样，那么离谱。那我去睡了。纠葛，雁过离合，回忆中斑驳，红尘万般纠索，忘却了因果。回到烈火蔓延。老板，你这样，这样睡得好吗？毕竟这份工作的福利太好了，迁就老板一点也是应该的。司马娇这人应该是个不近女色的事业品，他爱待着就待着吧。果真，它不仅能缓解灵火带来的灼烧，也总能莫名平息我的怒火。醒醒，醒醒！起来，不许睡了。请问有什么事儿啊，亲爱的老板？能不能体谅一下美人的暧昧之心？睡眠不足，容易有黑眼圈的。你怎么能睡得着？我为什么睡不着？我在这里啊。哦，然后呢？整个庚辰仙府的人，凡
凡是听过我的名字的，无人不怕我。你怎么还能安心的在我身边入睡？睡眠质量太好了，不能怪我。你真让人看不透。好吧，既然老板是熬夜老司机，我也要舍命陪君子。熬夜老司机，就是您这样作息不稳定的人。你哪里来那么多奇言怪语？大概我思维敏捷吧。父亲，我听说司马娇让弟子们100人死斗，死的都是8大宫的得意门生。其他公主对此有何意见？是否有对你施压？他们当然心存不满了，但暂时还不会公然抗议，毕竟谁也不想惹怒司马娇。况且还有天无涯和我相互配合，只要不杀到我们头上来，师祖杀几个人又有何妨？他若真想全灭了我们，自己也会2败俱伤，讨不到什么好处。况且新的公主也是刚刚上任，现在形势不稳，他们这多也是有些怨气。我已经安抚下去了。父亲，那我们就随着司马娇这么胡闹下去吗？长此以往，8大宫恐怕会脱离我们掌控。司马娇被封印了那么久，心中的怨气难消，那总是要处理些人，平复一下心绪吧。再说了，死的都是些弟子，他想杀便杀嘛。如今他虽狂魔，但是至少我的话他还是能够听进去几句的。我们只要小心谨慎地照料着，在大计没有完成之前，我们既要稳住8大宫为我们所用，也不能让司马娇太狂。师祖，各大宫的弟子已赶至武斗场，还问今日的死斗何时开始？为了血凝花，他们连命都不要了。我看诗千旅和8大宫那些人，根本就不把这些弟子的命放在眼里。上次死斗之后，那诗千旅居然只稍作安抚了一下，就将此事化解了。看来这8大宫内有诗千旅的内应。内应？会是天无涯吗？只有他与诗千旅走得比较近。白鹿崖的灵脉本应由诗氏看管，看来诗千旅是给了他一些甜头。什么？难怪他最近的修为长得这么快，近日听闻已至合体期。诗千旅也太可恶了，这些灵脉又不是归他诗千旅所有，他就是一个看门的，凭什么替师祖慷慨啊？天无涯，好熟悉的名字。父亲，司马娇的修为增长如此之快，不会有朝一日挣脱这锁链吧？无涯，你放心，这8根封印法钉已经打入他的体内，就算来日他能挣脱锁链，也无法脱离封印法钉的镇压。那万一他要是忍受不了痛苦自戕，那可怎么办？毕竟他的性命连着灵火，他若是死了，庚辰仙府的灵脉岂不尽数散尽？少公主所说有道理，不知你有什么想法？依我看，不如在此封印之上再加一道禁制。你方才说他修为几何？天无涯的修为刚步入合体期。今日有宴会吗？有的，今日天之宫举办花宴，邀各宫的弟子参加，应该十分热闹。很好，那我们也去凑一凑这热闹。
与天无涯好好戏耍一番。好啊，师祖。那我们何时出发？待廖廷彦醒来。师祖，这是在关心廷彦吗？师祖是不是想让廷彦多睡一会儿？你现在也敢胡乱揣测我的心思了？一觉睡到自然醒的感觉就是爽。让我看看，又送来什么漂亮衣服？魔镜啊魔镜，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？是廖廷彦。奇迹艳艳，快乐变装。老板，走。昨天才刚加过班，今天能不能不要加班了？什么是加班？就是像您现在这样，要我24小时待命。所以你不想跟我走？也不是不想。为什么不想？怕看到死人。一个魔域的人竟会怕死人？不去就先杀了你。您等我换个利索的衣服啊。跟上。您等我换个衣服的呀。这满园的果香。老板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杀人。我又打不开这结界，你自己进来便是。你又瞒着谢雪晨偷偷入我房间了，可是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呀？桑琪他回了暗域，听说诸神宫大门一直紧闭，他再没出现过。想不到桑琪对人族的恨起因竟是宋宁熙，也好。他现在整日与宋宁熙待在一起，倒是给仙盟省了心。只是这镜花宫遭受如此重创，真是令人叹息啊。若是这么算起来，我师父的一生都被他们的阴谋毁了。有仇报仇，谁也不亏欠谁。我知道。你对那些歧视灵族的人心怀怨憎，可你原本也不是一个被仇恨所主导的人。我也知道，此时你的内心一定非常非常乱。不过你放心，很多事情很快便会清楚。什么意思？这块玉牌上刻着我的防御法阵，若是遇到危险，哪怕是玉阙天破，也可挡住一击。这法器堪称神品，你就这么送给我？法器而已，无所谓神不神品，能护住想护的人，才算有价值。你收着便是。
走吧。这回我得建议他们好好改善冰牢里的伙食。我并非要带你去冰牢。那去哪儿？谢雪晨，你莫名其妙带我来这琼居岛干什么？这是去落巫山的必经之路。去落巫山干嘛？寻一朵花。什么花？长生莲。谢城主年纪轻轻，就想长生不老了？此事还不宜让他知道。雾心水之毒未解，即便他醒了，反而会令他戾气心防，则治疗更难。正是。那带着我干嘛？不带着你，又不知道你会跑到哪里去。琼居岛乃灵族的势力范围，东海灵族向来不服约束，风气彪悍，尽量不要去招惹他们。我们采完长生莲便回去。若是故意招惹麻烦，后果自负。若我在这里喊你一声谢城主，你猜那些灵族之王们会不会倾巢而出来杀你啊？他们不敢，也不能。谢城主永远这么自信。我有意收敛剑气，低调行事，倒是你，别给东海灵族添麻烦。饿了？我。二位请慢用，来。多谢。嘿嘿。看什么看？吃饭。我看灵族比人强，起码不虚伪做作。人家坦坦荡荡的露，我便大大方方的看，有何不可啊？倒是你，你喜欢哪个啊？是那个我见犹怜的兔美人，还是那个妩媚的蛇灵啊？你放心，此地离永雪城甚远，你想风流一下也无可厚非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怎么样？不会说话便别说了。落巫山入夜之后会很危险，你要好好吃饭，好好休息，明日一早再出发。来，这位仁修哥哥可是要住店？可是今日客栈没有空房间了。不过我的房间倒是很大，床也很软。修士哥哥可愿同我共枕席，不收钱哦。佘老板又看上仁修了，是我们狐族哪里不好吗？我呀，就是喜欢仁修端庄清秀，哪像你们这些狐狸精没点矜持。那不正和你相配吗？走开！呀，妹妹与这位修士哥哥可是道侣？是。原来妹妹是个哑巴呀！哎呦，可真是可怜呢。不过呀，倒也无妨。
我的地方岂是你们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？想走也可以，把芥子带交出来。东海灵族果然是没落了，一条小蛇也可占山称王了。修士哥哥，你连这个灵族都不嫌弃，却嫌弃我。不过无妨，我却不嫌弃你是个人，都是一样的享用。我建议你少说两句，我身边这位脾气可不好，你来解决他。你怎么自己不去？对付这种小蛇，你绰绰有余，还是说你想一直做哑巴？我来，我来嘛！哟，妹妹也来！动手！天我们灵族呀，最是尊重强者，可我眼拙冲撞了二位，快给二位备一间上房。两间。哎，一间。两个人太挤了。哎呀，不会不会，我们这儿上房呀特别大，两个人也不会挤。跟我来，我有话要问你。看你行事肆意妄为的，想必在这儿开店开久了。你可知落巫山中有一处叫七凤岭？您去那里做什么？那里瘴气弥漫，异兽横生，有的致死，有的致幻，凶险无比，已经许多年没人敢涉足。给我画幅地图来。好，我一定为您办妥。来人，是。您这边请。请。佘老板，怎么挨了打还为人办事啊？难不成真的坠入情网了？这你就不懂了。做蛇呀，最重要的就是能屈能伸。也怪我自己眼拙，本以为是个金丹期的散修，掳了个灵族美人至此躲藏，谁知道却是个法相境的高神。想不到那个蛇灵居然这么不堪一击，可能是因为我太厉害了吧？你真的以为自己很厉害？你的意思是，我技不如人了？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可没说。当初在荣渊的时候，我怎么这么一剑杀了你？我记得你上回说，你舍不得。今晚你睡床，我打坐便可。我只是一个阶下囚，哪配睡床啊？有张椅子，便感恩戴德了。既然知道自己是阶下囚，便该言听计从才是。你故意报复我是吧？就因为之前你神窍被封之时，我捉弄过你，所以你现在就变本加厉的报复我。想不到仙盟盟主竟是如此睚眦必报之人。原来你是这么想我的。不然呢？我想错了吗？那你可还记得你对我做过什么？所以你也要我变本加厉，睚眦必报吗？还是说你会乖乖听话？不劳谢城主报复，我睡便是。你是高高在上的雍雪城城主，仙盟盟主，肩负天下道义，
何须同我一般计较？如果你只是介怀初相遇之时，我对你的冒犯之举，那我道歉，还请你不要戏弄我。他来这里干嘛？难道真的是来寻什么长生不老药？临行前南虚月送我玉牌，难道他知道谢雪晨要带我去哪儿？睡不着？或许我最近的举止让你觉得不舒服了，是我不对。但有一件事情我要解释清楚，我对你从无捉弄之意，过去没有，现在也没有。当然，谢城主正人君子，自然宽宏大量，一切都是我想多了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明日一早出发。桑琪曾在东海待过一段时间，但人族和灵族都对他十分排斥。他受尽欺凌，无处安身，最后才堕入暗域，修习了魔功，一步步获得了元魔尊的信任，最后一击绝杀，取而代之，成为了新的暗域之主。听闻修习魔功要受很多的苦楚。在暗域这样的地方，没有力量，连活都活不下去。你这种人又怎么会懂？若是我能早些遇见你，也许一切会有所不同吧。我是暗域圣女，才能将你从荣渊中救出来。若我只是个小灵奴，你根本就不会知道我是谁。不要离我太远。我都说了，请谢城主不要捉弄我。此地危险，你还是别与我走散。生死有命罢了。谢雪晨，你快过来！你身边那个是假的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这话该我问你才对。你这林中精魅，敢化成我的模样，欺骗谢雪晨？好一个倒打一耙！你学我倒是学得像，不过谁真谁假，打一架不就知道了吗？是啊，谁真谁假，打一架不就知道了吗？你这个妖孽！怎么可能？锻炼是桑琪亲手炼制的，世上不可能有第二条。谢雪晨，你被他迷住了吗？我才是真的。的确一模一样。你不信我？你们愿意玩，我可不奉陪了。我都说了，我才是。这是林中精魅捕灵花的果实，它散发的气息亦有致幻之效。所以在你的幻觉中，我始终都是个爱你的痴心之人。人虽一样，
但我知道，如今对我凶狠的，才是真正的你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此物名为一线牵，牵连的两人，距离不能超过3丈。我知道什么是一线牵，我问你什么意思？我是担心你不小心与我走散，也要防止你故意与我走散。妖可杀不可辱，你这是拿我当狗拴着吗？自然不是。狗一般都是拴在脖子上的吧？你走吧。玄灵，你醒了。我这灵中的瘴气有毒，我给你吃了解毒丹药。不过这解毒的过程中，会暂时失明。失明？你这是救我还是报复我呀？穆玄灵，对不起，我之前做了一些让你难过的事情，我心有愧疚，我也有心弥补，但不知从何做起。过去我总觉得，我背负着雍雪城的责任，有很多的不得已。但这次重逢之后，我才渐渐的明白，我不只是雍雪城城主，我也是我自己。你是假的谢雪晨，我是真的。这玉牌是南虚月送你的。你，他将如此贵重的法器送给你，可有对你说些什么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。好香。这里种了很多桃花吗？是种了一些，但不是花树散出的气味，而是这瘴气之毒。中毒之人身上会出现很多桃花斑纹，解毒的过程中，身上会溢出浓郁的桃花香气。什么时候桃花斑纹没了，毒性才算完全解了。斑纹长了很多吗？那是不是脸上也有？是不是很丑啊？脸上好像没有，脖子上倒是有一些，还有这。还有哪里？你不用太担心，这些斑纹像桃花一样长在你的身上，一点都不难看。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，这香气让人放松、愉悦，容易失了神智。我还是去洞口守着好了。说起来好笑，之前我在暗域的时候，常常枕戈待旦，
有时候即便什么事情都没有，一夜无眠也是常事。但昨夜你守在我身边，我却很快入眠，无梦到天明。看来谢城主正人君子的形象，果然是深入人心啊。谢雪晨，你有没有觉得这桃花的味道好像越来越浓了，让人有一点喘不上气。你的心肠很硬，嘴唇却是很软。你果然是在报复。如果我说没有，你信吗？我信。你还是放开我吧。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，我不该对你动手动脚。谢城主为人正直，清贵高洁，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报复我，多委屈你了。第一，你并没有做错，是我做错了。第二，我并非什么清贵高洁之人，也只是个会动心、会动情的普通男人罢了。第三，我没有在报复。第四，我不委屈。第五，我不会再放开。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，唯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凝望那一个人，一双眸，再别无所恋，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穆雪玲，我是谁？对不起，我不该乘人之危。现在道歉，你是知道错了。是，我应该在你看得见的时候亲你。我去洞口守着，你好好休息。穆玄灵，你怎么回事？这点定力都没有，好险！今夜似乎有些心绪不宁。我送了他一块玉佩，上面附有我的防御法阵。可方才我感觉到，这法阵被触动了。有危险？只是触动，法阵未毁，不像是出了什么大事。公子早些休息吧，明日一早便出发。我有说过要去哪儿吗？你心有执念，放不下，便终究会去的。琼居岛是灵族之地，不安全，我与你同去。有一事，你未提，
我也就未曾问过。可我今夜却有些好奇。何事？11年前，你满身是伤来到运秀山庄，以10年效忠之誓，换运秀灵药救你的弟弟。如今10年誓约早已完成，以你之能，天高地阔，为何不走？怎么，公子想赶我走？风瑶，我并非是个好人。我知道，灵族屠运秀那日，我也在。你与朽仙阁主的交易，我亦知。说起来，我也不算什么好人。既是坏人，又为何不利己？或许是因为我无他处想去，亦无他事可做吧。既然你愿留下，那便继续同行，一路走下去，一起看看这终点是明是暗。尊上仍然不愿见客，请回吧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就告辞了。你，啊！一个死了20年的素宁熙，就能让尊上沉寂至此，这英雄气短的戏码，我光是看着就火大。他快死了，如今强撑着一口气，不过是想多看那苏宁熙几眼罢了。赤影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暗域易主是常有的事。以前的暗域之王也并非丧气，不是吗？阁主，如何？桑琪还是不肯见我。确切的说，桑琪从剑华宫带走苏宁熙尸身回去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任何人。桑琪是靠不住了。那日，苏宁真在星辰谷设下结界，我未能成功潜入，所以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。照桑琪如今的情况来看，他们那天一定是聊到了很重要的事情，很可能是混沌珠的线索。那看来，得阁主您亲自去一趟暗域了。还有一事，谢雪晨和穆玄灵到了重居岛，进了七凤陵，可要前去赴杀。七凤陵，那地方精魅异兽横行，有进无出，有去无回。派人在七凤陵外设伏，若他们侥幸出来，趁其虚弱，立刻围杀。